又是6点，上班了。最近日出越来越早，上早班的路上还能欣赏我最喜欢的日出，真的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情。其实我很喜欢上早班，虽然真的要5点多就起来，但是我却很享受这种清晨宁静的感觉，只有我喝咖啡，以及早上很温柔、很温暖的光，难得有这种悠闲做咖啡的感觉。休息时间，今天早上挺忙的，然后到了中午就还挺闲的。昨天没有做饭，然后带了一个水果酸奶碗，感觉倒的有点多。anyways， 店里因为最近真的变得很忙，所以新来了一个同事，她是一个韩国女生，她有很多来自海外咖啡店的工作经验，还当过很多次加拿大咖啡比赛的评委。她非常好相处，对咖啡也非常有热情。我们经常会一起讨论很多关于咖啡的东西，而且她也会教我很多咖啡的知识。和她一起上班真的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呢。最近呢，喝到了一些很不错的咖啡。之前我在 Revolver 买了一个来自日本 Kurasu 他们家的一个浅烘焙的 Espresso 咖啡豆，我觉得它的萃取的范围很大，就你不容易把它萃出苦味来，而且它很甜，它的平衡感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它配欧里真的很好喝，然后其实它单喝也是蛮不错的。最近也有跟朋友喝到很多比赛级别的咖啡豆，比如说来自 Finca Deborah 的日晒 Geisha 啊，还有 La Palma 的艳阳日晒 Geisha， 以及我觉得特别炸裂，我要强烈推荐的一个 La Esperanza 的 Napoleon Geisha。这个咖啡真的是应该是算是我今年喝到过的最好喝的咖啡，我朋友也这么觉得。虽然这个咖啡很贵，它40克要40加币，大概就是1块钱1克这样，但是真的很值得这个钱。它喝起来层次感非常的多，非常复杂，然后它有很多的热带水果味，而且它有朗姆酒的味道，就有点像是喝的浓缩的果汁朗姆酒的那种感觉。虽然我们试了1:17的冲法，还试了1:18的冲法，但是即使是你冲1:18，它喝起来也真的还是非常的浓缩的感觉。它这个浓缩不是指它很苦，而是指就像你在喝浓缩果汁的那种口感，很粘稠、很甜，然后味道很嘣炸开那种感觉。这个咖啡我真的强烈推荐。在这个咖啡的加持下，前面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 La Palma 啊、Finca Deborah 啊都just so。然后最近呢，买了一个最近很火的来自 Hatch 的一个天堂庄园的荔枝，它真正就喝起来让你觉得不像是在喝咖啡，完全就是一个荔枝果汁或者是荔枝软糖的感觉。我和我的朋友其实都觉得啊，他在处理这个豆子的时候，它里面应该是有放荔枝。虽然他没有说他有放，但是我们觉得你不放有这么多的荔枝的味道，觉得真的是蛮奇怪。其实我还蛮推荐那种刚刚开始对精品咖啡啊，或者是这些浅烘的这些咖啡感兴趣的人去试试这支咖啡。我觉得这种咖啡真的会让你改变对咖啡的看法。既然这个荔枝这么好喝呢，我们决定换个环境去喝它。我们赶在温哥华樱花季的尾声去拍了个日出，然后顺便去海边煮咖啡。今天把俊仔也拖起来了，我们要出去搞事情。今天我想去 Burnaby 那边，去一条樱花街，我不知道那边的日出光照情况怎么样，只是去碰运气，很有可能今天起了个大早，开车开那么远，也是什么都拍不到。所以作为一个风光摄影师呢，人生是很刺激的，就是很有可能是没有结果的。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人生。今天我们还要去来一个很久没有做的户外咖啡，因为最近天气变得特别好，所以呢，嘿嘿嘿嘿。因为
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安静了，所以我让俊仔去开车，我就在这等着光照在这个樱花树上。拍完了，日出的光线真的很不一样，有光和没有光真的就是天差地别。我觉得有的时候跟俊仔出来还蛮好的一点，就是他可以顺便当我画面里的小人。好，我们现在呢要去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煮咖啡吃早餐了，一会见。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叫 Burnaby Mountain 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海拔很高，地势很高，可以俯瞰整个温哥华的 downtown。我们又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真的有巨多那种这么大一个的蚊子。好舒服啊，晒太阳，树都发芽了，草地上的小野花也开始开了，春天。今天星期天，也是照常去咖啡店里跟同事们一起喝咖啡。今天真的喝到了很多咖啡，这次我让我的 manager JK 一起来了，就觉得在这样的氛围里面，大家都会分享自己有的咖啡，然后分享自己的一些新看到的一些咖啡知识啊，或者是自己对每一个咖啡的味道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其实这种热情让我觉得很感激。为什么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的人总是出现，真的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而且今天每次我们一起在聊咖啡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新的想法。比如说今天想说我们要自己来玩一个 sensory 的一个 training， 就是买很多不同的食物、不同的水果来试它的味道，这种东西觉得还蛮好玩的。这样的生活真的除了感谢还有什么好说的？最近偶尔会去一去 Gastown 上班，下午店里的光线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看。最近发现啊，真的有越来越多的顾客会跟我说我咖啡上的拉花好看。有一个女生她真的会经常来买拿铁，每一次都会看着我的眼睛说 It's beautiful, thank you。 每次收到赞美会觉得心里暖暖的。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有收到来自咖啡师的拉花的话呢，不要忘记给他们一个善意的赞美哦，他们真的会很开心的。接下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在温哥华不能堂食以后呢，我们又吃了哪些好吃的外卖？第一个，那就是只有每一年樱花季才会有的Miku的樱花套餐。这就是刚刚 pick up 的 Miku 的一个樱花套餐，好像是大概70-80块钱吧，忘了多少钱。分量真的挺大的。他送了一包紫菜，他送了一份说明书，应该去他们家的官网就能够找到这个信息。好吃吗？小小的手卷。它就其实这么小一片。Miku 还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哈哈，哎，我加个酸萝卜会是什么味道？我感觉我贪得无厌，我放太多了。耶！好吃，这萝卜很清爽，不甜。然后就出成这样。第二家店是一个台湾菜，最近好像还挺火的，叫饭酱 A Bento。其实那天我点了一堆东西，因为在饭团上打折实在是太便宜了。因为我自己不太爱吃油炸食物，但是盐酥鸡也还是蛮不错的。好吃。我觉得最推荐的是那个麻油鸡汤，非常好喝。
好甜啊，就是鸡汤鸡的甜味，然后有香麻油的味道。哇，原来把香麻油跟鸡放在一起，这个组合我怎么没有想过呢？下次我也这样试试看。我试试它的卤肉饭，可以。其他的菜我觉得就都还好，就是油啊、糖啊，或者是酱油啊放的比较多，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俊仔的卤肉饭他说挺好吃的，不过俊仔觉得什么不好吃呢？第3家是一家越南菜，叫 The Lunch Lady。我觉得他们家就一般吧，比较贵。我点一个牛肉饭，28块钱，我也没有觉得它有多好吃。俊仔点了一个鸭腿饭，他说甜甜的还可以。不过俊仔会觉得什么不可以呢？我觉得它的价格跟它实际上得到的食物不是蛮对等，可能这家店要真的去店里堂食才会吃到它那个刚做出来新鲜的味道吧。只是外带，我不知道，反正我真的觉得还好。